如果去翻看1941年10月初德军的内部讲话，你会发现小胡子几乎是在用一种恩赐的口吻对德国民众说话。前线的将士们可以准备回家过圣诞了。他如此狂妄，是因为此时莫斯科门外集结的是由伯克元帅统帅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麾下74个班师，整整180万精锐老兵，而且这里面包含了14个装甲师和8个摩托化师，占了当时整个苏德战场上德军装甲力量的64%。1700辆坦克、14000门火炮和1390架战机，像蝗虫一样直扑莫斯科，发动代号台风的总攻。而挡在他们面前的苏军，刚在夏季防御战中赔光了300万主力。防御莫斯科的3大方面军，虽然名义上有125万人、990辆坦克，但不仅大半是旧式装备，兵员更是东拼西凑的预备役。后来的数据显示，双方的人员比1比1.4，火炮比1比1.8，坦克比1比1.7，飞机比1比2倍，德军占了绝对优势。战局发展也一如德军预想般冰冷而残酷。1941年9月30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南翼发起突击。10月2日，霍特与霍普纳的第3、第4装甲集群在北翼撕开防线。维亚季马布良斯克战役轰然爆发，德军经典的双重前线攻势再次展现出恐怖的破坏力。10月7日，德军装甲矛头在维吉亚马会师，将苏军6个集团军死死绞在包围圈内。虽然苏军残部顽强抵抗，牵制了28个德军师，直到10月中旬，但此役苏军阵亡、被俘及重伤人数高达数十万，莫斯科前门几乎被一枪洞穿。当10月3日奥利尔失守，10月5日尤赫诺夫陷落的消息传回克里姆林宫时，莫斯科近郊的莫扎伊斯克防御线上只剩下可怜的9万守军。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城内蔓延。柏林的报纸大字标题写着苏联在军事上已经终结，甚至有高层建议斯大林效仿1812年抗击拿破仑，把莫斯科烧成废墟，撤退到乌拉尔山脉。但斯大林极其清楚，1941年的苏联绝不是1812年的沙俄。莫斯科不仅是国家精神的图腾，更是整个苏联欧洲部分铁路线的绝对心脏与核心工业枢纽。一旦失去莫斯科，前线与后方的物资调配将彻底瘫痪，失去30%以上钢铁产能的苏联根本没有打持久战的资本。绝境之中，斯大林做出了震惊全城的决定，自己留在克里姆林宫亲自坐镇，全城宣布戒严，并从列宁格勒紧急抽调救火队长朱可夫大将接掌西方面军统帅权。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莫斯科动员到了极致，45万莫斯科市民被推上了修筑防线的阵地，这里面75%都是妇女。他们在零下10几度的风雪中，用冻得发紫的双手支架刨开冻土，构筑起3道环形防线。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城外25公里处已经能听到德军重炮的轰鸣，而在红场上，一场空前绝后的10月革命阅兵式正冒着大雪举行。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向着面容青涩的士兵们高呼：“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受阅的红军战士们脚下踏着踏实的雪地，头也不回地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知道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夜，但没有任何人退缩，因为此时前线所有的战壕里都在流传着361师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在沃洛克拉姆斯克阻击战中留下的绝唱：“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这声呐喊不仅喊出了苏军绝地求生的意志，也彻底打乱了小胡子的圣诞节时间表。如果说11月上旬的短暂停歇给了苏军一丝喘息之机，那么真正把德军推进地狱的，除了红军的钢铁意志，还有俄国那令人绝望的天候。10月底降临的泥泞季，率先给了高度机械化的德军沉重一击。连绵的秋雨将苏联粗糙的沙土公路化为了粘稠的浆糊，几千辆卡车和坦克陷在泥潭中动弹不得。原本依靠公路网补充的弹药和粮食彻底断档，闪电战没了速度，钢铁巨兽就成了泥潭里的废铁。好不容易熬到11月中旬，雨停了，大地风动了，泥泞没了，但第2道灭顶大菜来了，极寒冻土。气温从零下20度一路狂飙跳水到零下30度、40度，最极端的时候甚至砸到了零下52度。德军后勤体系的软肋被这一刀刺得透心凉。你可能会问，德国人不是准备了冬天物资吗？没错，二战德国确实曾宣扬动员柏林市民，捐赠了数百万件冬装，但苏联的铁轨比欧洲窄，德军自己的火车开不过来，再加上撤退的苏联毁掉了大量铁路，所以冬装堆在后方几百公里外的火车站根本送不上来。前线德军士兵只能把报纸和稻草塞进靴子御寒，而手套缺乏，导致他们的皮套直接与步枪枪身冻在一起。
数以万计的德军因严重冻伤失去战斗力。更致命的是机械设备的瘫痪，德军精密的坦克和卡车发动机由粘稠如膏，每次启动前必须在车底生火烘烤几小时，炮兵的润滑油冻结导致火炮无法复位，连德国人最骄傲的机枪也频繁卡壳。但伯克元帅和古德里安不能停，他们深知一旦停下就是功亏一篑。11月15日起，德军发动了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波强攻，试图从北面的克林、罗加切沃和南面的图拉实施双重包围。11月底，德军北路第7装甲师强渡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前锋部队推进到了离莫斯科市中心仅14公里的西姆基。站在望远镜里，德军军官甚至能清晰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闪耀的红星。此时的克里姆林宫内气氛凝重的几乎能滴出水来。斯大林拿起电话拨通了朱可夫，声音带着罕见的颤抖：“你坚信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的回答。”朱可夫没有丝毫犹豫，毫无疑问能够守住，但必须再给我至少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朱可夫的底气并非凭空而来，因为就在伯克元帅精疲力竭地咬牙推进时，远东王牌情报员佐尔格从日本发回了价值连城的准确情报：日本关东军已决定南下，绝不会在远东对苏联发起进攻。斯大林当机立断，拍板了二战中最具战略魄力的决定，将部署在远东与关东军对峙的25个精锐步兵师和9个装甲旅彻底抽调西进。这些穿着厚重羊皮大衣、脚踩针靴、配备全套雪地作战装备且极度适应严寒的西伯利亚预备队，乘着密集的铁路线，源源不断的无声汇聚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原中。反观前线的德军，很多步兵连已经减员到40人，炮兵弹药耗尽，士气彻底崩溃。伯克元帅在12月1日的日记里绝望地写道：“我已经山穷水尽。”11月27日至12月4日，苏军在卡西拉和亚哈罗马相继发起局部反突击。库兹涅佐夫中将的突击第1集团军与罗可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如猛虎下山，将强渡纳拉河的德军生生逼退。有情报显示，仅在11月16日至12月5日的这20天里，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就丢下了15.5万具尸体和800辆坦克碎片。二战德军战车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冰雪中被砸得粉碎。攻守之势在1941年12月5日的清晨彻底逆转。但大家想过没有，当苏军吹响全线反攻的号角时，德国军队真的会像推倒塔罗牌一样瞬间瓦解吗？小胡子接下来下达的那道狂暴命令，为什么会让这场会战走向了更加不可预测的血腥深渊？1941年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在司令科涅夫上将的指挥下，在皑皑白雪中率先轰响了反攻的炮火。次日，朱可夫指挥的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右翼全线跟进，代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拟定的反攻计划，像一把锋利的战术刀，直刺德军南北2个突击集团的软肋。前线的德军彻底被打懵了，他们原本以为对面的红军早已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却没想到大雪深处会突然杀出铺天盖地的 T-34坦克和身披白色斗篷的西伯利亚骑兵兵团，德军防线瞬间崩塌。12月8日，小胡子不得不极不情愿地签署全线转入防御的第39号训令。苏军则在几天内连续收复罗加切沃、伊斯特拉、克林、加里宁以及沃罗克拉姆斯克。眼看阵地全面溃败，暴怒的小胡子下达了著名的死守指令，严禁任何部队擅自后撤，要求死守每一个居民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红军的铁蹄。到1942年1月初，苏军将德军向西狠狠压退了100至250公里，一举解除了莫斯科和图拉贝合围的致命危机，解放了1.1万余个村镇。而德军的整整38个师在此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仅莫斯科会战全程，德军就付出了死伤、冻伤超过50万人的惨重代价，并丢弃了1300辆坦克、2500门大炮和1.5万辆格里汽车。战后，小胡子将战败的怒火倾泻在将领身上，包括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伯克元帅、装甲之父古德里安上将以及霍普纳上将在内的35名高级将领被当场撤职，超过6.2万名德军官兵因擅自退却被送上军事法庭。然而，胜利的喜悦让斯大林产生了过度的乐观判断。1942年1月中旬，大本营不顾朱可夫集中兵力彻底歼灭中央集团军群主力的建议，下令在列宁格勒、维亚季马、乌克兰全线发动总攻。事实证明，此时的红军虽然士气高涨，但缺乏大规模战役合围的战术经验，重装备与弹药储备也远未恢复。在随后的斯夫乔卡、维亚季马进攻战役和勒热夫突出布拉举战中，苏军遭遇了德军依托坚固阵地的顽强抵抗，
甚至部分突入纵深的部队反被德军切断包围，战局一直拉锯到1942年4月2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下令转入防御。这场跨越秋冬春3季的浩大会战才正式落下帷幕。莫斯科会战不仅是闪电战战术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彻底破产，更标志着第2次世界大战战略转折点的萌芽。原本观望的日本与土耳其彻底放弃了配合德国背刺苏联的企图，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石从此坚不可摧。讲到这里，很多弹幕里的军迷朋友肯定会问了，如果当年小胡子没有犯轴，在夏季直接猛攻莫斯科，而不是分兵去打基辅，二战的历史是不是就被改写了？很多人在复盘莫斯科战役时，总喜欢把德军的失败简单归咎于俄罗斯的严寒或者小胡子瞎指挥上。当然，如果我们从战略逻辑、体系能力和战术细节这3个硬指标切入，就会发现，就算德军在1941年夏天直插莫斯科，他们的胜算依然极其渺茫。首先，如果德军在8月不打基辅战役，直接从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突进，那么驻扎在乌克兰的西南方面军上百万苏军和数千辆坦克就会死死咬住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极度脆弱的右翼防线，德军极有可能在莫斯科城下陷入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其次，即便德军在夏季打进了莫斯科，他们面对的也不是一片坦途，而是莫斯科极其坚固的石头建筑群，2条宽度巨大的河流，以及动员起来的数百万人红军巷战海洋。苏联红军在基辅战役中战损比高，是因为在开阔平原被德军装甲双重合围，可一旦被拖入莫斯科城市巷战，作为防御方的苏军依托主场补给和坚固掩体，战损比会瞬间被拉平到1:1甚至2:1。德军那点极其宝贵的装甲兵力会在莫斯科的巷战里被提前放干鲜血。最致命的是德国与苏联在战时体制和体系能力上的维度碾压。德军在打台风行动前，战术推演预测苏联在赔光300万主力后，最多只能再凑出50个师，但苏联凭借恐怖的全民动员体制，在莫斯科会战期间前后拉出了几百个师旅级单位，军队越打越多。当苏联人在零下40度的户外加班加点组装 T-34坦克时，德国本土的军工厂甚至到1943年底都还维持着40小时工作制，小胡子还在幻想着悠闲地赢得战争。而且德军的后勤线在推进到斯摩棱斯克时就已经达到了运输极限，轨距不同，卡车瘫痪，游击队骚扰，让他们根本无法维持100万大军在坚城之下的消耗。所以莫斯科会战的本质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战术精明撞上了庞大帝国的战略纵深与工业动员极限。闪电战的破产让他无法在4个月内彻底摧毁苏联战时动员机制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莫斯科郊外的冰雪最终融化了，但苏德战场上最残酷的钢铁撕裂才刚刚开始，战争的轮盘即将转向南方那个叫斯大林格勒的小城。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让你给莫斯科会战中的朱可夫与伯克元帅的战役指挥打分，你会给谁打高分？如果你是当时的斯大林，在10月15日全城恐慌时，你又是否有勇气留在克里姆林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